欢迎又来到麦叔频道，大家随便做。上次呢吃了一个口味较重的基础烧豆腐料理，那么今天就来点清淡的。以前看到过一道菜叫福源豆腐，那么今天就把它变得不一样吧。据说当年慈禧老阿姨很喜欢这道菜，但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用来做甜品啊。那么我们就来试试，把这道宫廷菜变成清新小甜点，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吧？第一部分呢，我们先按照传统的福源豆腐做法，把卤水豆腐化整为零，回炉重造一下，在菜刀绝对的力量下，豆腐被很快的碾压得面目全非。为什么这里不用搅拌机呢？因为我们还要保持一点豆腐的颗粒感。全打成泥，那就叫做豆腐奶油了。改天我们来做一下日本人称之为的豆腐奶油。打上一枚蛋清，加入碾压后的豆腐中，因为这次是做糖水和甜品，所以呢，加入自己喜好的量的白糖。再加入生粉，起一下劲，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我们把豆腐基底分成2份，拿出从京都带回来的抹茶粉，把其中一份做成 A 股特定款。这里呢，我试过超市里买的一般的抹茶粉，因为颗粒太粗，根本不染色。这里呢，再来一些白糖，抹茶味的呢适合更甜一点。然后倒入抹茶粉，充分搅拌均匀。和我们之前做励志丸子一样的手法，挖呀挖呀挖，挖出一个个豆腐团子，只是大小相比上次呢要小上一半，这样做出来的糖水呢才精致嘛，否则像一个甜的狮子头放进嘴巴，这样对嘴巴礼貌吗？将一圈白色的绵羊围绕着中间绿色的韭菜一起放进水深火热的世界里，蒸腾个5分钟。取出后呢，豆腐还能如此晃荡，说明你淀粉的量恰到好处，然后放在一边晾凉它。我们呢打上4个蛋清，用打蛋器或者4根筷子，又或者呢用剪成扫把的可乐瓶也是可以的。配合你的麒麟臂，花上3到5分钟，按照你的口味加入白糖，直至彻底搅拌均匀，金枪不倒。我们再次加入生粉和面粉，比例呢1比1。搅拌均匀。至于多少面粉和生粉呢？就是得把蛋清和海到介于蛋清末和面糊之间就可以了。如果偏向蛋清呢，入水则化；那靠近面糊呢，就成了出水年糕了。这就是中餐，玄之又玄，3清在上，参考视频吧。紧接着，我们先来简单制作一下糖水，做完要放冰箱冷却一下。烧开一锅水，先放入30克的白砂糖，放入糖桂花，然后一分为2，一份里面呢加上抹茶，一份呢不忘初心，有始有终。当然，在最后2份都要用少量的水淀粉勾一下薄芡，晶莹剔透，光亮粼粼。当然，这个步骤完全开源，加入任何你喜欢的味道都是可以的。制作完糖水呢，我们洗一下锅，倒入一锅清水，小火加热到有绵细的气泡产生就行了，保持状态。把我们焦丘的豆腐分别在面粉上打一层粉底，然后在蛋清糊中裹上一层精华液，放入锅中，让热水烫熟2分钟。
表皮拉伸，不见细纹，光泽丝滑，有弹性，就可以出门不对，就可以上桌了。上桌之前呢，我们快速来做一些配料，打碎一点坚果，再来一个红糖糖浆，100克红糖加上30克的冰糖，放入100毫升的清水，小火慢熬掉1/3的水分就可以了。先来第一个，我叫它巴西的狂欢。缤纷的水果被白色的福源豆腐衬托得更加鲜艳。浮云一般的椰果呢，给这个方寸的空间呢增添一抹灵动，消除着夏天炎热的尾巴，浮躁呢瞬间烟消云散。第二个，我叫它卡萨布兰卡的午后，北非的白色阳光洒在金色的坚果沙漠中，犹如金镶玉一般的低调华丽。点缀上巴达木和葡萄干，一丝异域风情跃然杯中。淋上红糖水，犹如沙漠背光的阴影面，勾勒出撒哈拉沙漠中起伏的曲线。好，最后一个，这个我叫它日本庭院的清晨。青绿色的池水中呢，泛着点点落花，占满青苔的原石微微的冒出水面。同样是灵动的椰果，犹如水面还未散去的轻雾，加上一个抹茶冰淇淋，配上一叶薄荷，犹如园林中转角即是景，其中的灵气也缭绕在你眼神和味蕾之间。好了，终于可以犒劳自己了。先来卡萨布兰卡吧，因为它可以配酒。加入30毫升的山地士奶油粒胶酒，浓郁的奶香，清冽的 whisky 基底的香气，坚果的油脂芬芳，就如走进卡萨布兰卡的一间小酒吧，听着异域的音乐，烛光透过那些充满民族风格的镂空的灯罩，将斑驳的光影投射在各种表情上，优美、神秘、惬意。好了，再来我们的巴西的狂欢。桑巴舞在碗中闪动，一口水果，一口豆腐，豆腐中的清香呢，伴随着水果的清甜，还有桂花的淡雅气息，一股脑的在你嘴里热烈反应。Q 弹的口感和脆爽的嚼劲也浑然一体，就这样一口口的停不下来，在嘴里盛放着绚丽的烟花。把这份抹茶冰淇淋豆腐呢放在最后吃，绝对是正确的。虽然冰淇淋融化了不少，但这份日本庭院式的美食，就像你听音乐，在味蕾和视觉充分的刺激后，迎来婉约的尾声，让你凌空的心情渐渐落地。桂花的香甜，爽口的糖水，加上那抹清雅也浓郁的茶香，让之前一段交响过后，完美衔接上了荷塘月色的古琴，嘴里复杂的味道被清冽2个字代替，完美收官。OK，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是麦叔，拜拜。其实整个过程不难吧，也算创意成功了。家里有人不喜欢吃豆腐的，做几道这样的甜品试试，也许就能治好他豆腐恐惧症呢。好了，我是你们的麦叔，我们回见。